好，我是陈慧熙。上一支影片呢，跟大家分享了成为海外邮寄选民的方式以及资格，不知道您申请了吗？那EB申请表格的下载方式呢，我一样会放在影片的描述栏。如果您现在还没申请的话，赶快，现在马上就去申请成为邮寄选民。那在开始今天影片的分享之前呢，想要先回答一下我在上一支影片上面收到的问题。首先呢，就是有人问，注册了邮寄选民，那我还可以投一般选民吗？答案是不行的。所以呢，在您要寄出邮寄选民的申请表之前，一定要慎重的考虑清楚，您到底是要成为邮寄选民还是一般选民。再来呢，想要跟大家讲的是，马来西亚的邮寄选民制度呢，分为3种：1A、1B 以及1C。那我跟大家讨论的呢，都属于1B 这个类目，那就是在海外工作以及读书以及生活的大马公民。那再来呢，就是相信大家都有听到前几天的新闻，就是我们的选区重新划分了。那受影响的人呢，其实不少。所以呢，在您现在要开始下载EB表格来填写之前呢，记得要先上网去查询一下您新的选区属于哪里。好，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，在你申请完成为邮寄选民之后，选委会发放选票，您收集选票啊、划选以及回寄，再来呢就是选举当天开票的整个过程。对，我知道听起来很复杂，没关系，我今天会尽量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，让大家快的了解到这整个流程到底是怎么进行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选委会发放邮寄选票这个过程是什么进行的。这届的邮寄投票呢，跟各国的大使馆都没有关系了，是直接由 SPR 及 Post Malaysia 去处理的。那上一次影片有提到呢 ，SPR 会在提名日后的2到3天寄出印有候选人标志以及姓名的选票给邮寄选民。那这个过程呢，我们叫做 Pengeruaan Undi。那这里发布的所有选票呢，就包括我刚刚提到的 1A、1B 以及1C 的邮寄选票。那在 SPR 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呢，他会白纸黑字的发函告诉有关单位，包括候选人啊，或是该地区的警方啊，等等，就是他们即将要进行这个发放邮寄选票的过程。会有4位工作人员呢被安排在发放邮寄选票这个过程。第1位工作人员呢，他要做的就是唱名，他会喊出选民的名字，并且在选民册上划掉这个选民的名字，表示呢他的选票已经被发放了。再来第2位工作人员呢，就会撕下选票盖章。第3位工作人员呢，就会把对应的姓名填在 A 小信封以及对应的 Borang 2表格里面。这个填写对应姓名的过程呢，就可以避免选票被调换。我知道大家现在还不知道 A 小信封跟 Borang 2是什么，别急，我等一下会慢慢跟大家去说。再来第4位工作人员呢，就会把选票放进信封里面进行密封。这时候呢，就会有一个邮寄选民册，会清楚的写出哪一位邮寄选民的选票已经被发放了。并且呢，这个数量也会被记录在案，这一点呢就跟一般的投票方式是一样的。那要注意的是呢，在这个 Pengeruaan Undi Post 的过程里面呢，候选人是可以派监票员去监督这整个过程的。那各地区的候选人呢，也会得到一份完整的邮寄选民的名单。当选票回收的时候呢，也会记录我们回收了多少的选票。这整个过程的清楚以及仔细的程度呢，其实就跟一般投票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在选举委员会发放邮寄选票的这个过程，我们真的非常希望各位公民都可以成为监票员去监督这个 Pengeruaan Undi Post 的过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选委会发放的信封里面有什么。首先呢，选委会会把一张空的选票放进 A 小信封中，再来呢，这个 A 小信封会被放进 B 大信封中。这个，当然了，我不知道就是它会长成什么样子，就是这个信封会长成什么样子，我就是拿我手边有的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再来这个 B 大信封里面呢，除了会有装有选票的 A 小信封以外呢，还会再放入一个叫做 Borang 2的这个表格。那这个表格呢，里面呢就是要填写您的基本资料，它是用来做身份验证的。这个 B 大信封呢，就会被放入一个政府通用的大信封里面。那这个政府通用的大信封上面呢，就会写着 Urusan Seri Bakuda Baginda。这个呢，就是您在收到邮寄选票的时候会收到的所有的东西。在您收到了邮寄选票之后呢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你要打开这个大信封 B， 然后呢，把里面的 Borang 2这个验证身份的表格拿出来，小心的填好。那在这个表格上面呢，你要填写的有自己的姓名、
日期、身份证号码，再来就是要签名。另外要注意的一点呢，在这个表格上面呢，还需要另外一名年满21岁的大马公民来帮您签名。那这个公民呢，他没有申请成为选民也没有关系，他只要是年满21岁的大马公民就可以了。这个证人呢，他也需要写上名字、日期以及身份证号码再来签名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这个 Boron 2的表格只要有一点点的差错，你的整张邮寄选票就有可能被计算成为废票。所以这个 Boron 2的表格一定要用心的填写，千万不能有一点点的差错，不然您的一切就是前功尽弃。再来，你填写完 Boron 2的表格之后呢，你就要拿出装有空的选票的 A 小信封，在一个秘密的空间呢画下您的选择，记得是在您要投选的候选人旁边的框框打叉，记得哟。你勾选完你神圣的选择之后呢，就把这个选票原封不动的放进 A 小信封中，并且进行密封。这个 A 小信封记得要密封。这个 A 小信封呢，就连同刚刚你填写的这个 Boron 2一起重新放入这个 B 大信封中，然后一样要进行密封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您就完成了您的邮寄选票划选的过程。记得这个信封要密封好哈。在您完成划选了之后呢，您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装有 Boron 2以及选票的大信封 B 邮寄回您所属的 Returning Officer。那您所属选区的 Returning Officer 的地址呢，选委会都会帮你印好在大信封 B 中，所以你不用再去另外寻找了。但是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，您寄回国的邮资是自付的，选委会不会帮你先付好。我知道网络上有一些消息说，选委会会先帮你付好邮资，但是那只限于国内的邮寄选民。那国外的邮寄选民呢，选委会是不会先帮你预付邮资的。所以呢，我的建议是，您要用最快的邮寄的方式，把这个您的邮寄选票呢，以最快的速度邮寄回您的 Returning Officer。这个邮寄选票呢，它最晚送达的时间就是选举当天的5点，一定要送到您所属选区的 Returning Officer。如果您对邮寄这个选票直接回寄到 Returning Officer 没有信心的话，其实有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您可以把这个选票呢装在另外一个信封里面，那邮寄到您所信任的人的手上，可能是你的家人或朋友，那再请你的家人和朋友呢转交到 Returning Officer 手上，这样子就不会有问题了。那再来呢，各选区的 Returning Officer 在收到您的邮寄选票之后呢，就会把它放入一个专门置放邮寄选票的箱子里面。那这个箱子呢，会被 Returning Officer 保管，或者是放在警局。置放这个邮寄选票的箱子呢，通常都是有24小时的 CCTV 在监控的。接下来呢，就到投票日当天，也就是开票的过程。那这个邮寄选票开票的过程呢，其实从早上10点就可以开始进行了。那就看各选区的 Returning Officer 要怎么去安排。那这时候呢 ，Returning Officer 也会通知警察以及候选人，我们现在要开票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也必须要有监票员去监督这个开票过程。那邮寄选票的开票过程呢，有2个部分，我们称为 Pembukaan Pertama 和 Pembukaan Kedua。那在第一个开票过程 Pembukaan Pertama 里面呢，开票员呢就会打开这个 B 大信封，并且拿出里面的2个东西，就是刚刚呢你放在 B 大信封里面的 Boron 2还有 A 小信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第一个开票员要做的呢，就是验证 Boron 2里面的资料，确认您的身份。再来呢，他就会把 Boron 2以及 A 小信封呢分开放在2个箱子里面。从这个程序开始呢，带有身份识别的 Boron 2还有这个选票呢，就正式分开了。那这个选票呢，就会被另外投入一个箱子里面。那 Boron 2呢，也会被投在另外一个箱子里面。那再来呢 Pembukaan Kedua 这个开票过程呢，就要等到真正的开票时间，也就是选举当天的5点之后。那这个开票过程呢，就跟Undi Biasa的开票过程是一样的，会从小信封里面呢拿出您的选票。那这个过程呢，就更需要监票员作证整个开票的过程。在所有的选票算好之后呢，就要填写 Boron 15这个表格。那 Boron 15这个表格呢，就等于是Undi Biasa的 Boron 14。这个表格呢，其实才是会被计算成绩最重要的法定文件。在场的监票员呢，一定要确保自己有拿到这个 Boron 15或是 Boron 14的表格副本，或是自己多填写一份，请在场的负责人签名。所以不管你的选票有几箱，最后计算成绩的是这个 Boron 15还有 Boron 14。填写完这个表格之后呢，就到了计算大选成绩的结果了。整个 Undi Pos 的过程呢，就是这样。另外要强调的一点是提名日以及真正投票日中间间隔可能只有10几天，那这10几天要包含选委会寄出选票、邮寄选民收到选票、划选选票以及回寄给 Returning Officer 的这整个过程。所以呢，各位邮寄选民，在您收到选票之后，尽快进行划选，并且以
最好是以快邮的方式回寄到您所属选区的 Returning Officer， 不然只有10几天的时间，其实真的很赶，有可能会来不及。以2013年那一届大选来说的话，是只有13天的时间。再要跟大家谈的一点是关于监票员这件事情，相信大家听完刚刚所有的过程中，会发现监票员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。不管是寄出选票、回收选票到开票的过程，其实所有过程都非常需要监票员的存在。但是呢，现在全马去上监票员课程的人非常的少。只要您是年满21岁的大马公民，携带您的身份证到候选人的办事处去登记，就可以成为监票员。虽然官方并没有规定大家一定要去上巴加帕的课程，上完课你可以更加明白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样的选票算是 undi rasa， 还有一些法律的权限等等的。根据选举委员会的消息指出呢，这一届大选将会有29000多个投票站，所以如果我们的监票员不够的话，有些投票站甚至是会完全没有监票员的。我相信以马来西亚目前的选举制度、政治透明度以及清廉度，没有监票员的投票站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。我记得5年前，我因为岁数不够，想要成为监票员也不行，想要投票也不行。5年后我岁数够了，可是却因为人在海外真的是爱莫能助。所以我希望在马来西亚的大家可以一起出一份力，让我们国家有一个干净透明的选举。一个好的、干净的、透明的选举，并不是用嘴巴说来的，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出一份力，去监督这个选举过程，才能让我们的选举结果是公正、公平、透明、干净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相信看完了我的上一支影片及今天这支影片呢，你对于邮寄投票的整个流程基本上已经算是完全了解了。我知道网络上有一些人说，他们不想要登记成为邮寄选民，因为觉得邮寄选票这个过程有很大的疑虑，也不安全。但是我相信，在您了解了我刚刚说的所有的过程里面，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过程是蛮完整也蛮透明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就放弃这个投票的机会。那最后呢，还是那一句，我拒绝政治冷感，我投票，我骄傲，让我们一起把马来西亚变得更好。